泽连斯基对外发出警告，表示俄军即将扩大攻势。乌军弹药库接连被炸，泽连斯基紧急对外求购大量无人机。俄军战场上大量使用 GPS 干扰系统。为应对这种情况，美国计划为乌采购新型导引头。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力再升级，蝰蛇直升机正在测试新型空地打击弹药。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希腊媒体表示，当前俄军正在发动十分迅猛的攻势，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发出警告，俄罗斯即将扩大攻势。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戈尔曼在5月5日时表示，近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经造成乌克兰10亿美元的损失。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是从3月22日开始了，几乎每天都会对乌克兰火力和水电发电站以及主要电网发动袭击。戈尔曼表示，虽然目前乌克兰能源设施暂时稳定，但情况相对复杂。从当前局势来看，乌军前线局势确实非常艰难。乌克兰军方也证实，俄军在一些防线取得突破，受限于美国援乌法案延宕通过，所以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援乌装备可以尽快抵达。为了击溃乌军防线，俄军开始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导致俄军在短时间内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虽然付出的代价极大，但带来的效果呢也很明显。面对俄军高强度进攻，乌军只能仓促应战，使得乌军防线开始出现防御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利用火力优势实施突防行动，然后再派出地面装甲部队收割乌军阵地。外界认为，俄军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在北约军援到来之前击溃乌军防线。接下来看一下俄乌战场各条战线的发展吧。在阿夫杰夫卡方向，俄军完成对北部阿尔汉格尔斯村的占领，并拿下了库皮扬斯克方向的科特利亚罗夫卡村。在查索夫亚尔方向，俄军运河微区队的进攻已经展开，从侧翼进攻运河通道。在查索夫亚尔北侧，由于格里格罗夫卡和卡利诺夫卡仍被乌军控制，使得俄军在此处的推进非常困难。而在中部地区，俄军同样展开攻势，开始进攻奇奇学校，并利用240毫米 3F5 Smeltek 炮击炮弹对乌军阵地展开轰炸。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泽莱纳亚街和戈尔巴托戈拐角处的一栋高层建筑。这座建筑可以俯瞰整个危区。在更南部的伊万诺夫卡地区，俄军已经从保护区南部推进到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至于伊万诺夫斯基以西的战场，目前情况并不明朗。在 T0504 高速公路附近，有一个田野中的战壕区域，是夺取整个查索夫亚尔的关键。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针对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村的战斗已经进行了1周时间。俄军先头部队在清理完奥切雷蒂诺后，趁着乌军立足未稳，进攻定居点，并最终完成全面控制。目前，俄军正在挖掘阵地，并进行预备队轮换，然后通过奥切雷蒂诺和诺沃卡利诺沃建立后勤保障。从乌克兰给出的消息来看，乌军总参谋部认为，俄军计划通过田野突击，绕过托列茨克和纽约村，朝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然后对乌军在顿涅茨克的主力进行合围。如果乌军失去这座定居点以北阵地的控制权，就只能再次进行撤退，一直到卡利诺沃村的郊区。而在这里有2个比较完备的防御工事，可以用来阻挡俄军的脚步。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继续向格奥尔基耶夫卡村中心和博贝达一带推进，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南部，俄军突击部队占领了博贝达村外围林带，不过乌军依靠干河水库的堤坝设防。博贝达以南，乌军从多个方向进攻俄军阵地。最后就是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出动第一坦克集团军冲破乌军防线，并占领了特利亚罗夫卡，向哈尔科夫地区推进。在几天前，俄军这支部队在拿下基斯洛夫卡之后，便对附近的科特利亚洛夫卡村展开进攻。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附近的一处高地，可以俯瞰周围的低洼地区，同时还能沿着 H20 公路威胁库皮扬斯克南部地区。这个定居点有可能成为第2个奥切雷蒂诺。与此同时，俄军还对乌克兰军火库展开了猛烈空袭。在5月1日，俄军袭击了敖德萨附近的一座民用仓库，在这座仓库存放着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但遭到了俄军的精确打击。目前不清楚乌军在此处存放了多少暴风影巡航导弹。此外，乌军位于红军城的弹药库同样遭到俄军袭击。俄军还袭击了顿涅茨克红军城的弹药库，导弹引爆了仓库内的弹药，现场烈焰腾空，弹药库接连遇袭，让乌军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紧急对外求援，想要采购30万架无人机。在4月30日，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表示，基辅将增加3.9亿美元的资金，向国际上采购无人机，数量达到30万架。此前，乌克兰为了采购无人机，已经增加了10.9亿美元的预算。如今的乌克兰已经把进攻的希望寄托在无人机上了。在去年年底，乌克兰计划在2024年生产100万架 FPV 无人机、1万架中程攻击无人机以及1000余架航程1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100万架无人机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乌克兰在今年开展了无人机组装项目，让乌克兰居民通过线上的方式学习无人机组装课程，只需要居家就可以完成无人机组装。每2周开始一次新课程，同时还会聘请专业人士手把手教居民组装。在完成组装之后，还会对其进行测试，只要符合作战要求，便会交付乌军在前线使用。根据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的说法，生产100万架无人机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首批参与课程居民交付的无人机超过80%的表现良好，剩下的只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乌克兰还要对外采购30万架无人机呢？乌克兰前议员给出了答案。目前俄军在前线战场每天都会发射100架无人机以上，随着俄军无人机产量提升，前线使用的无人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此前所定的100万架无人机已经无法达到乌军需求，至少需要这个数字的2到3倍，也就是2到300万架无人机，这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要知道，乌克兰几乎没有制造先进导弹或其他大型装备的能力，只能从北约获得援助。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在开设课程之后，居民只需要在家就能完成无人机的组装。在前线战场，只需要数架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就能对俄军数百万美元的坦克造成极大威胁。这种成本上的不对称，就连美军都无法承担，更别说俄罗斯了。俄军为了应对乌军无人机，甚至不惜牺牲坦克的视野与机动，在坦克四周用钢板进行包裹，直接变成一个铁乌龟。也正是这个原因，乌克兰才会将希望寄托于无人机上，数量上呢，当然是越多越好。不过在战场上，俄军开始大量使用 GPS 干扰系统，不仅可以干扰乌军无人机，还能对北约援助的武器进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出手了。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叶夫拉什表示，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希望北约援助 F-16战斗机，同时还希望 F-16战机能与空军的苏27与米格29等老旧战机进行联合执行机动飞行。叶夫拉什表示，在21世纪初期 ，F-16就曾来到乌克兰，在国际军演中与苏27和米格29进行高机动飞行演习，这种组合相当有效。同时，叶夫拉什认为，乌军已经可以相当熟练地将苏制防空系统与北约制式武器结合，未来利用北约装备武装空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既能提高乌军作战能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后期维护。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试乘了一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战斗机，也就是此前火力军所聊过的 X-62A 验证机。这架战机搭载着弗兰克以每小时885公里的速度进行快速飞行动作，并与另一架有人驾驶的 F-16贴近飞行，两架战机在相距300米范围内进行飞行，进行各种机动动作。2023年3月，美国援助的 GDAM 联合制导攻击弹药开始在乌克兰使用。乌克兰空军利用米格29与苏27进行携带，利用专用挂架以及基于平板电脑的控制系统，使用这款武器打击俄军目标。但如今，俄军开始大量使用 GPS 干扰系统，这让 GDAM 的命中精度受到了严重干扰。不仅是这款武器，在今年3月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智库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帕特博士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之前，提交了一份报告，显示除了 GDAM 联合制导攻击弹药受到严重干扰以外， XM982 神剑制导炮弹同样受到了严重干扰。在美国刚开始援助乌克兰的时候，神剑炮弹在前线命中率达到 70%， 但在1个多月之后，命中率便下降到只有 6%。原因是俄罗斯利用电子战系统对神剑炮弹进行了干扰。除此之外，乌军地面发射的227毫米制导火箭炮同样受到严重干扰。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帮助乌克兰，美国空军正在采购新型导引头，就是为了乌军。因为乌军装备的 GDAM 联合制导攻击弹药遭到俄军 GPS 的干扰。5月3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国空军寿命周期管理中心已经授予科学应用与研究联合公司一份价值2300万美元的合同，用来采购后蒙 GPS GIM 干扰导引头，并将增程导引头集成到现有的 GDAM 联合制导攻击弹药的套件中。五角大楼表示，这项合同还涉及对乌克兰的军售，
目前关于新导引头的资料很少，但近年来 SARA 一直在开发类似的功能，以便集成到各类精确制导弹药中。在2020年，美国空军就曾进行过一项测试，在 GBU-39B 小直径炸弹集成 GPS 干扰源导引头，直接摧毁俄军 GPS 干扰系统。固然可以消除这种干扰，但从侧面来说也会增加作战的成本，倒不如发展可以抵挡干扰的导引头。另外，美国在为 GDM 研发新型导引头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为乌军其他精确制导弹药加入新型导引头，比如 AGM-88 反辐射导弹？不过这款导弹已经具备抗干扰能力，只是不清楚俄军 GPS 干扰系统会不会对其进行干扰。不管未来怎么发展，但至少这款导引头能够帮助乌军，而且还将成为日益重要的能力。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最新消息。H-1Z 蝰蛇直升机在陆续发展出空导弹、空地导弹之后，又将开发出新的能力。在相继测试多种空导弹与空地导弹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H-1Z 蝰蛇直升机又开始进行新型远程导弹的测试。此次测试的是 LRAM 远程攻击弹药，可以打击陆地和水面移动目标。为了提升作战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为 H-1Z 蝰蛇直升机进行多次战力升级。此前就与贝尔直升机公司合作，开展一项针对 H-1Z 的航电升级计划，以提高直升机的生存能力、战斗力与可操作性。除此之外，海军陆战队还让贝尔公司为 H-1Z 配备 AM-120C 中距空导弹。1997年 AM-120C 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相较于 AM-120B，C 型的最大特点就是缩小了弹翼，以便适配 F-2的内置弹舱。虽然 H-1Z 不是首次装备空导弹，但相较于此前装备的 AM-9响尾蛇 ，AM-120C 大了许多，长度达到 3.65 米，重160公斤。由此带来的是射程的提升。AM-120C 射程达到75公里，不过提升射程是有代价的。AM-120C 的体积使得 H-1Z 无法使用复合挂架增加挂载量，每个外挂点只能挂载1枚 AM-120C。若不加强翼间挂点强度，使之能挂载 AM-120C，4个挂点那就只能挂载4枚。H-1Z 高达 2.6 吨的最大武器载荷完全不能发挥出来。但不管怎么说 ，H-1Z 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在验证完中距空导弹之后，海军陆战队还进行了空地导弹的测试。此次为 H-1Z 集成的是 JGM 联合空地导弹，这款导弹可以追溯到90年代研发的 AGM-169 联合通用弹药，是洛克希德在 AGM-114 地狱火导弹的基础上，运用部分 FGM-148 标枪导弹的技术研发出来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了半主动激光制导系统、红外热成像制导系统以及毫米波制导雷达的复合导引头。有了中距空导弹的联合空地导弹，海军陆战队仍未满足，依旧为 H-1Z 发展新型弹药。根据媒体消息，海军陆战队正在为 H-1Z 装备 LRAM 远程攻击弹药，这是一款新型远程导弹，不是从美军现役导弹发展而来的。关于 LRAM 导弹的细节，火力军知道的也不多，但海军陆战队曾表示 ，LRAM 射程可以达到27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陆地和水面上的移动目标。相较于 H-1Z 现有的弹药，射程提升了不少。目前 H-1Z 装备的 AGM-114 地狱火导弹射程只有11公里 ，AGM-179 联合空地导弹射程只有8公里。洛克希德公司一直在开发 AGM-179 的增程版本，但射程也只能达到16公里。当然 ，H-1Z 未来还能装备 AM-9X， 射程可以提升到32公里，但依旧远远比不上 LRAM 联合攻击导弹的射程。目前，海军陆战队已经对 LRAM 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预计将在2025年进行首次实弹测试。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俄罗斯研发的产品305多功能空地导弹了。与 LRAM 相似，产品305导弹同样用来打击各类陆地和水面目标，主要在米 28NM 与卡52武装直升机上，长度 1.9 米，采用盾圆形头部、圆柱形弹身，前后启动控制面采用压实布局。在指导方面，产品305采用光学图像导引头与自主攻击模式，并且拥有红外制导能力，打击精度在2米以内，拥有3种发射方式。第一种呢是发射后不管，导弹在发射前可以通过直升机输入目标信息。第二种就是直升机利用瞄准系统探测敌方目标，将坐标信息传输给产品305，导弹会以惯性模式初始飞行，随后捕捉目标。第三种模式是当直升机在远处自身设备无法探测到准确目标时，会向导弹输入一个大致范围，在导弹抵达预定范围之后，导弹会将探测到的信息传输给直升机，然后由直升机机组人员向导弹指明目标，并引导导弹瞄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俄罗斯公开的资料来看，产品3.5的精准度应该还不错，但射程呢却饱受争议。此前，俄罗斯航空工业内部人员透露，米 28NM 挂载产品3.5导弹时，射程为15公里以上，但在2020年时，俄军却声称该导弹射程达到100公里，这不免让外界疑惑，究竟该听谁的呢？随后，俄罗斯方面还煞有介事地回应称，新导弹只有在卡 52M 上才能达到这个射程，因为卡 52M 搭载的观瞄设备更加先进。但在2021年的防务展上，俄罗斯又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射程14.5公里。这下外界就有点看笑话了。当然，俄罗斯产品3.5导弹只是一个小插曲，火力军想说的还是海军陆战队的新型联合打击弹药。这款射程达到270公里的新导弹，势必将极大增强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关于俄军开启大规模攻势，乌军前线压力骤增的局面，美国又该怎么应对呢？下一步会不会加快援助交付的速度？美国空军为乌克兰 GDM 弹药开发的新型导引头，能否在战场上有效克制俄军 GPS 干扰系统？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